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网友分享投稿的真实事件。这起事件发生在新竹一座华丽的豪宅之中，表面上看它象征着财富和成功，但谁能想到这背后隐藏着让人毛骨悚然的真相。这座豪宅的主人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，他本想通过风水改变命运，却不曾料到这次风水布局不仅毁了他的事业，更差点要了他的命。是什么让这座豪宅变成了灾难的开端？是谁在背后操纵布下了这样的诡局？而那具藏在地下的阴尸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揭开这个风水陷阱的真相。故事发生在新竹，那是一个经济发达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地方，但这次的事件却与繁华无关，而是深藏于阴影之下，一座豪宅，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林先生，他曾经事业风光无限，家人和睦，是众人羡慕的对象。但在1年多前，他以高价购入了一块地，亲手设计并盖起了一栋4层独栋别墅，外观华丽气派，连电梯都有，俨然一座象征荣耀的私人宫殿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座看似完美的豪宅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端。搬进新宅后，林先生的生活逐渐变了调，家里人接二连三的生病，有人甚至被诊断出癌症，他自己也遭遇了车祸，腿骨骨折，住院数月，至今走路仍一瘸一拐。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，他逐渐变得焦躁、偏执，甚至出现幻听和幻觉。他常常在深夜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仿佛家中多了一些看不见的人。更糟糕的是，林先生的事业也陷入了困境。他原本以高口碑著称，业务从不抽订单，可在这段时间，谈好的项目总是莫名其妙被退掉，理由甚至连客户自己都说不清楚。他的朋友形容，整个人就像是被一层厚重的阴霾笼罩着，无论怎么挣扎，都摆脱不了那种倒霉的命运。一切的转折似乎都源于这栋豪宅。事情的转机来自林先生的一位老朋友。这位朋友拨通了我的电话，语气焦急地说：小武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的房子感觉不太对劲，人越住越差，事业也一落千丈，甚至开始产生一些怪事，我看不下去了，你能不能帮忙看看？当时我并未多问，只记下了地址和细节。然而挂上电话的一瞬间，我心中隐约感到一丝不安。这种不安并非来自他的叙述，而是冥冥之中一股挥之不去的阴冷感。那天夜里，我甚至梦见一片黑水缓缓吞噬着一座高楼。小武，你愿意去吗？朋友的问话依然回响在耳边。答案很简单，我必须去。或许这不仅仅是房子的问题，这座豪宅会带给我怎样的发现，会牵扯出什么样的秘密？一个深埋在光鲜外表下的恐怖真相正在等待我们揭开，而它的代价将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可怕代偿。我们抵达林先生的豪宅时，已经黄昏，夕阳的余光洒在那栋4层独栋的房子上，本该显得辉煌，却莫名多了一层冷硬的肃杀感。你不觉得这房子有点奇怪吗？我忍不住开口。马大师抬头看了一眼，神色微微一凝，轻声说道：像墓碑。我心里猛地一颤。马大师没有多说，但我也看出来了，这座房子整体呈现一种尖锐对称的布局，主楼在中央，左侧和右侧分别有2座直立的石质墙体，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坟墓，墓碑两侧直插入天。周围的树木在风中摇曳，枝叶稀疏的像残败的手掌，刮过空气时仿佛能听见细微的低语。你没发现吗？这地方太静了。马大师的语气有些低沉，我也注意到了。这里虽然坐落在新竹郊区，平日该有鸟鸣、风声，
但此刻四周安静的诡异，只有微风穿过我们身后的草丛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脚下的地砖干净到近乎无尘，反射着冷白色的光，带来一种不真实的空洞感。来了！一声沙哑的喊声打破了寂静。我们抬头看去，一个瘦削的身影从门口缓缓走出。林先生杵着一根拐杖，步履蹒跚。他大约有175公分高，但身体瘦得像被风吹就会散架。他的脸颊深陷，眼窝也发黑，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虚弱的病态气息。真不好意思，要麻烦你们跑这一趟。他试图挤出一个笑容，但嘴角微微抽搐，笑容看起来比哭还难看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像是一块沙粒压在喉咙里。我忍不住皱眉，低声对马大师说，他的气场好差，感觉像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。马大师点了点头，眼中多了一丝慎重。他没有开口，但他的手已经悄悄伸进了包里，取出了一张净化符贴在自己的袖口里。请进吧，我带你们看看。林先生扶着门框将我们迎了进去。刚一踏入大门，一股寒意顺着脊背爬了上来。屋内的温度明明不低，但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4层的楼梯盘旋而上，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正一点点将人缠绕其中。这里是客厅，林先生指向一片宽敞的空地，地面铺着光滑的大理石瓷砖，白中带灰的纹路。大理石反射着昏黄的灯光，但无论怎么看，总像是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阴影。奇怪，马大师从包里取出罗盘，站在客厅中央。罗盘的指针原本应该稳稳指向某个方向，但此刻它像是被某种力量干扰般不停地旋转，发出细微的嗡嗡声。这里磁场很乱。马大师皱眉，乱吗？林先生愣了一下，声音里透着一丝无力。这房子建的时候，那个风水师傅说，这里可是个旺地旺地。马大师看了看四周，冷笑一声，这么乱的地方能旺？林先生的语气忽然低了下去，他指了指客厅的某一角，说道，就是从住进来开始，怪事就一件接一件的发生。开始只是家人身体不适，可后来家人陆续生病，有些甚至癌症晚期。再后来，我开始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，特别是晚上，尤其是从那里传来的声音。他指向楼梯下方的空地，那里看起来与周围并无不同，但莫名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，而罗盘此刻转动得更加剧烈，甚至发出了轻微的咔咔声。小五，马大师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出问题，否则我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撑下去。林先生低头看着自己的拐杖，声音里透着绝望。这座豪宅虽然华丽，但每一块砖，每一寸空气都似乎在低声诉说着某种隐藏的秘密，而我们才刚刚踏入谜团的边缘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林先生低着头，声音沙哑而疲惫。他慢慢挪动脚步，拄着拐杖将我们带到客厅正中央。他的目光透出一丝懊悔与无奈。我当初是为了事业，谁能想到会这样呢？他说着，伸手指向客厅的地板。这里是我埋生机的地方。生机？我一愣，下意识地看向马大师。对，当时是朋友介绍的一个风水师傅，他告诉我，这块地是块宝地，可以助我事业更上一层楼。为了稳固公司发展，也为了家人的福气，我就听了他的建议。林先生顿了顿，脸上的神色更加复杂。他说做生机很简单，只需要提供几样东西：我的头发、指甲，还有穿过的贴身衣物的一角。他用一个小瓮装起来，埋在客厅的地下，还做了一场法会，说是一定能让我5年之内大富大贵。所以你就信了？马大师抬眼看着他，声音平静，却带着隐约的质问。那时候公司正好遇到瓶颈，几个大单都在谈判阶段，我只想着搏一把，没多想其他。林先生苦笑了一下，谁知道搬进来没多久，一切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。林先生开始回忆当时的情景。他说，
那个风水师傅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来到这块地，他让林先生剪下自己的头发和指甲，亲手将它们放进一个黑红相间的小瓮里。瓮的表面刻满了复杂的符咒，隐隐散发着一种古旧的气息。他还让我剪下我最贴身的一块布，说是能增强生机的灵力。林先生闭了闭眼，像是不愿再回想，然后他将瓮埋在客厅中央的位置，还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祭拜。那天他焚香点烛，一边念着听不懂的话，一边用手指点我的额头，说什么通天那符。说实话，当时我心里也觉得有点怪异，但为了事业，我没多想。后来呢，马大师完，后来他说已经完成了，给了我一张符，叫我随身带着，说这样运势会更好。林先生叹了口气，可谁知道从那之后一切都开始变了。刚搬进来的时候一切还算正常，林先生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。可是几个月后，我的家人开始接连出问题。我的母亲突然查出了癌症晚期，没过多久就走了。我的妻子莫名其妙的频繁生病，孩子也开始变得虚弱多病，一家人都在医院进进出出。他说到这里，手微微颤抖，拐杖敲在地板上发出低沉的响声。更奇怪的是，我的事业也接连出了问题。林先生抬起头，眼神充满痛苦。我谈好了几个项目，一个接一个被退掉，客户给出的理由根本没有理由，他们只是说觉得不太合适。我的公司原本口碑很好，但那段时间仿佛所有人都不再信任我。这些只是开始，他的声音逐渐变得微弱。最让我害怕的是那些声音，那些看不见的人声音。我忍不住问了一句。林先生点了点头，神情恍惚。晚上我经常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声音从客厅传来。开始我以为是家里人，但每次下楼，客厅里却一个人都没有。有时候我甚至能看见模糊的影子站在楼梯口，就像有人一直在盯着我。听到这里，我背后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寒意，悄悄往后退了一步。林先生见状苦笑了一下，你也觉得我疯了吧？不，这不是疯病，马大师轻声说道，目光却始终盯着地板。小武马大师，林先生的声音里满是哀求，你们一定要帮帮我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怕自己会。他没有说下去的那种绝望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字里。马大师沉默了一会儿，从包里取出罗盘，站在客厅中央开始探查。罗盘的指针不停地旋转，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干扰。你这个生机恐怕不仅没帮到你，反而害了你。马大师语气沉重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客厅地下听到这句话，林先生的脸刷地变得煞白，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些什么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而我们都清楚，这仅仅是个开始，真正的危机还藏在更深处。马大师选定了良辰吉时，带着几位工人一起动工挖掘客厅的地基。地板上的瓷砖刚被撬开，瞬间一股浓烈的恶臭扑面而来，宛如数十只腐烂的老鼠被挤压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，味道又酸又腥，刺得人直犯恶心。这味道太不对劲了，我下意识地掩住鼻子，眼睛盯着被撬开的地砖下方。那原本应该干燥的泥土竟然渗出了黑色的水珠，隐隐还能听到滴答声，像是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哭泣。工人们纷纷皱起眉，戴上口罩继续作业。他们用铁锹小心翼翼地向下挖掘，每一下敲击都让整个房间回荡着沉闷的回声。随着泥土被一层层翻起，那股恶臭愈发浓烈。万点瓦马大师的声音低沉，有东西要出来了。终于，随着铁锹敲击到某个坚硬物体，工人的动作顿住了。是木头，一个工人小声说道，用手刮去表面湿滑的泥土，露出一块深棕色的物体，是棺材。棺材。林先生的脸色变得煞白，他的声音几乎颤抖。这怎么可能？别动！马大师抬起手，阻止了工人们的进一步动作。
他走到棺材旁，点燃了一柱檀香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几分钟后，他示意工人继续打开，棺盖被缓缓敲开，随着最后一声咔嚓，里面的景象暴露在灯光下。一个浸泡在黑水中的尸体，蜷缩成胎儿般的姿势，皮肤泡得发白发胀，破裂处渗出黑色粘稠的液体。尸体的眼睛半睁半闭，像是死前经历了巨大的痛苦，嘴巴微张，仿佛在低声呜咽。那股恶臭扑面而来，浓烈到让人窒息。几个工人捂着嘴后退，有人直接冲到门外呕吐。我站在一旁，双腿发软，仿佛被钉在地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棺材里的景象。天啊！我忍不住发出一声低语，这不是普通的尸体，是印师马大师的脸色比我还要难看，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几乎听不清。我感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耳边仿佛响起了低沉的嗡鸣声，空气变得稀薄，每一口呼吸都像是在吸进寒冷的死气。我不敢靠近，但目光却被尸体的腹部吸引。马大师，你看，他的肚子。我颤抖着指了指尸体的腹部隆起的不自然，像是里面塞满了什么东西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阵无法言喻的恐惧，一种预感在心头盘旋。马大师沉默了一会儿，走到尸体旁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从包里取出一根竹竿，小心翼翼地探向尸体的腹部。他轻轻敲了2下，然后嘴里念着打扰了，对不起，用竹竿挑开了尸体上的衣物。腹部的隆起终于显露出来，一个小汪紧紧嵌在尸体的肚子里。是生机马大师的声音变得冰冷，几乎每个字都像刀刃一样锋利。我惊得倒吸一口冷气。瓮的表面满是泥水和尸体分解的污垢，但依稀可以看见上面刻着的符咒，那分明就是林先生的生机。此刻他被牢牢地塞在尸体的腹腔中，四周被粘稠的液体包裹着，透着一种无法言喻的恶毒气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林先生的声音颤抖到几乎破裂。我的生机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恶意的风水手法。马大师站直身体，目光冰冷地扫过四周。有人故意用印师害你，把你的生机放进印师的腹中，不但会吸走你的气运，还会让你家破人亡，事业崩溃，甚至连性命都难保。林先生听到这话，整个人瘫倒在地，他的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唇不停地颤抖，像是在努力说些什么，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而我也站在一旁，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。这不是普通的陷害，这是彻头彻尾的恶毒诅咒，是要毁灭一个人和他的整个家庭。印师的存在让整个房间的气场变得更加阴冷，那种无形的压迫感几乎要让人窒息。马大师眉头紧锁，低声对林先生说，这不是偶然，也不是普通的风水问题，有人想要你的命话音刚落，四周仿佛响起了一阵低低的踹气声，像是有无数人在暗中低语，快处理掉他。林先生终于找到了一丝力气，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喊道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快处理掉他。马大师点了点头，脸色凝重，但依然还来得及。棺材里躺着的是恶意，是诅咒，更是一个隐藏在真相深处的巨大秘密，而我们正在一点点接近它的核心。事态紧急，马大师当机立断决定在现场开坛做法。他取出法坛布，铺在客厅中央，摆上法器、铜铃、香炉、净水碗和一把绘有符咒的剑。一股无形的威严瞬间充盈整个空间，压制了弥漫的阴冷气息。各位，不论你们信与不信，今天务必要严肃对待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问题。马大师神情凝重地看了我们一眼，然后用毛笔在黄符纸上迅速书写咒语，符纸随着笔迹生动起来，仿佛透出一层微弱的光。香炉点燃后，烟雾缓缓升起，却诡异地向尸体的方向聚拢，像是被什么吸引了一般。马大师拿起铜铃，摇响几声，低声念起咒语，天清地明，阴阳不乱，邪祟退散，魂魄安息。空气仿佛在震颤，罗盘停止了混乱的旋转，
指针僵硬地指向了棺材的位置。马大师挥舞符剑，绕着棺材走了3圈，每走一步都低声念叨：招魂净地，邪祟退散。马大师将符纸贴在棺材上，接着向尸体泼洒净水。刹那间，棺材里传来轻微的嗤嗤声，就像热油滴入冷水般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一股腥臭的黑气缓缓升起，在房间里盘旋。这是阴尸的怨气，马大师冷静地说道。他从香炉里夹出一撮燃烧的符灰，洒向黑气，念道：速速退散，不得留存。黑气随着符灰触碰的瞬间发出微弱的哀鸣声，随后迅速消散在空气中。棺材内的水体开始变得清澈，腐臭的味道也逐渐减弱。不过还不够，马大师站起身，看向地基，必须连同这块地彻底净化，不然阴气迟早还会回来。接下来，马大师将地基挖得更深，用盐和朱砂混合，撒在四周，画出一圈太极图案，又将几张黄符点燃，丢进地基中。火焰瞬间蹿起，却带着一股异样的蓝光，那光芒将整个房间笼罩，令人感到一丝久违的温暖。这里的往生者是无辜的，马大师低声说道，眼中多了一丝怜悯。我们必须妥善安置他的尸骨，否则这块地永远不安。马大师请来专业的处理人员，用净水清洗尸体，去除周身的污泥，并换上了新的棺木。整个过程严肃而庄重，没有一丝敷衍。随后，马大师再次进行加持，为亡者诵经超度。我们送你去该去的地方，不要再留恋人世。马大师闭目合掌，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，他的咒语仿佛安抚了亡者的怨气。棺材中的尸体渐渐恢复平静，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容也变得柔和了几分。尸体被安置到新选的墓地，远离了这块风水已被污染的土地。随着安葬仪式完成，一阵清风吹过，仿佛带走了残存的阴冷气息。随着仪式的结束，整个豪宅似乎发生了某种奇妙的变化。原本阴冷的客厅变得温暖了许多，那股令人窒息的恶臭也完全散去。罗盘重新稳定，指针稳地指向正北，象征磁场恢复正常。马大师，这就算解决了吗？林先生的声音里透着一丝试探，他的脸色依旧苍白，但眼神里多了几分生的希望。解决了大半，但后续仍需一段时间的调养。马大师点了点头，不过你的运势应该会慢慢回升，这房子也可以继续住下去了。林先生缓缓跪了下来，眼眶泛红，谢谢马大师救了我和我的家人。我站在旁边，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轻松感，心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丝暖意。虽然过程充满惊险，但最终还是将恶意驱散，让正义得以还原。当我们离开豪宅时，天色已暗，月亮高挂在夜空中，洒下冷冷的光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那座房子终于不再让人感到压抑，它静静矗立在原地，如同任何一座普通的家宅。然而，我知道这场风波不会那么简单的结束。有人曾刻意设计了这一切，意图用最恶毒的方式摧毁林先生的一切。虽说危机解除了，但我忍不住问自己，那个隐藏在暗处的幕后黑手究竟会是什么下场？或许风水循环，善恶有报，他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吧。豪宅的危机平息后，林先生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，但马大师提醒他，问题虽然解决了，但幕后的人若不被揭露，类似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。你必须查清楚是谁对你起了这等恶意。林先生深吸一口气，重新梳理事情的始末。他想起了那位曾介绍风水师给他的老朋友，这位朋友曾陪同他选地，并强烈推荐做生基，还煞有介事地夸赞那位风水师的专业能力。林先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隐约感到了一丝异常。为了进一步确认，林先生找到当初参与建房的几名工人询问情况。一位老工人沉默了一会儿后，低声说道，老板，我早就想和您说了，当时那个选地的朋友，他的行为确实有点奇怪。怎么奇怪？
林先生立刻追问。我们在挖地基的时候，他总是盯得特别紧。有一天，他还趁您不在时让我们停工，说要调整一下地基位置。我们当时觉得不对劲，可他说是您的意思，我们也就没多问，调整地基的位置。林先生的手开始发抖，声音中透着难以抑制的愤怒。那阴尸难道是？老工人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后来我们发现他自己带了一些东西过来埋在地里，说是阵地的风水物。现在想想，那很可能就是。林先生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细节，那位朋友当时的神态、话语，无一不在提醒着他，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就是自己最信任的人。林先生彻底查明了真相，那位所谓的朋友因利益冲突对他心生怨恨，妒忌他的事业成功与家庭幸福，于是设计了一场风水陷害。他找来不良风水师，用阴尸与生机的邪恶结合，意图彻底摧毁林先生的事业与生活。这一切看似完美无缺，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：风水之术天人感应，善恶轮回，以恶意为起点的术法往往会引发反噬。不久后，那位朋友的消息传来，他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医生诊断出癌症晚期，而在此之前，他的身体一直十分健康。他的妻子透露，病情发作了极快，从开始的不适到确诊，不过短短2个月，朋友的病情急转直下，面容迅速枯槁，仿佛被什么东西迅速抽干了生命力。据说，在他最后的日子里，他常常神情恍惚，对着空气低声说话。他告诉妻子，他梦到自己被黑水淹没，双脚被紧紧拖住，耳边不断回响着低沉的哀鸣声。他意识到，这是自己曾经做下的恶行正在反噬。他最终在极度痛苦中离世，至死都无法合上双眼。林先生得知这一切后，久久无法平静，他的心中既有愤怒，也有一丝悲凉。马大师对他说，风水术是用来调和阴阳，趋吉避凶的，可一旦带着恶意去利用，终究会引来反噬。恶人害人，最终还是害了自己。这场风波让林先生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信任可以是一把利剑，而恶意则是一剂毒药。人与人之间，嫉妒、仇恨只会毁掉彼此。无论身处何境，都要以善念为本，才是长久之道。林先生的豪宅最终恢复了平静，他的生活也渐渐步入正轨。然而，他时常会想起那位朋友以及自己所经历的苦难，他将这段经历深藏心底，作为一生的警示。人生的风水并不止于房屋和土地，心念的风水才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根本。林先生在后来对人说。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林先生的经历虽然让人感到后怕，但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我记得那天离开林先生的家时，夜风吹在身上，带着一丝凉意，但也带着一种莫名的安宁感，仿佛这片土地终于恢复了平静。然而，这份平静的代价却是惨痛的教训。无论是林先生的家庭所遭受的苦难，还是那位幕后黑手因恶念反噬的结局，都在提醒我们，做人必须留有余地，绝不能因一时的私利和嫉妒而去害人。这个故事其实是一面反映人性的镜子。林先生只是想更好的经营事业，照顾家人，却因为信错了人，差点丧命。而他的朋友呢，本可以选择坦然面对生活的不如意，但他却选择用最恶毒的方式去摧毁一个本无害的人。这种对善良的背叛，不仅害人，更毁了自己。现实中，或许我们不会像故事里那样，真的遭遇到风水诅咒这样的事，但恶念就像是一颗埋在心中的毒种子，它会随着时间发芽，最终吞噬我们的理智，让我们变得偏激，甚至去伤害无辜的人。而当恶意的行为完成时，这颗种子也开始反噬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失去真正重要的东西：健康、幸福，甚至生命。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，或许会害怕风水，
害怕生机这样的术法。但我要告诉大家，其实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风水本身，而在于用心。风水的核心是调和阴阳，改善生活，它本该是一件造福人的事情。可一旦带着恶念去使用它，它就不再是造福的工具，而成了毁灭的利器。而这些术法也会忠实地反映施术者的心意，恶意越深，反噬越强。正如马大师所说，风水术与天道相连，天道无私，但自有公正。所以不管是对待风水还是对待人际关系，我们都要谨记，心存善念，天地宽，心怀恶念，自毁路。也许听到这里，有人会觉得这些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极端故事，但仔细想想，我们在生活中是否也曾被嫉妒、怨恨或者不满蒙蔽过心智？是否也曾因为一点小事就对身边的人产生不必要的敌意？你可能觉得一个小小的恶念不会产生什么影响，可事实是，所有的大恶都来源于一点点未被抑制的恶念。那些让人遗憾的事情，那些让人痛苦的关系，很可能就是从一个不经意的恶意行为开始的。反过来看，若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，即使在风雨中，它也能生根发芽，开出温暖的花朵。你会发现，不管生活有多难，当你心存善念，与人为善时，世界对你也会温柔以待。林先生的故事让我感慨良多。有人因为恶念想毁掉别人的生活，却毁了自己；有人在危机中反思，终于找回了光明。或许我们无法选择遇到什么，但我们能选择如何对待生活，对待别人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无论生活给了你多少困难，也无论你面对多大的挫折，请记住，不要让恶念占据你的心，选择善良，因为这才是最强大的风水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，请记得留言告诉我。也希望大家听完后能从中感悟到一些属于自己的道理。下次再见，我们不见不散。